我常想，这个世界上最难的，不是道别，而是告别过去。那天深夜，启明的鬼魂在我房间出现，请我帮他带话给他的母亲。自那以后，我的生活再也无法回到过去那种安静。我以为，只要天亮，一切诡异都会消失，但事实证明，鬼魂比闹钟还准时。那天早上，我照旧拖着脚步去公司，人群里的每一张脸都很模糊，只有我身后的那股湿冷气息，像影子一样甩不掉。下班后回到家，桌上还留着小爱带来的水果和奶茶。她发来讯息，骂我乱丢东西，我只能苦笑着回谢谢你。冷不防手机荧幕闪了一下，一条陌生讯息跳了出来，拜托你帮我跟爸妈说声对不起。我愣住，喝的奶茶从嘴里喷出来，那个男鬼的脸在我脑海浮现，泥土味及脸上的血痕，还有那双空洞的眼睛。夜深，我特地开着灯玩游戏，假装自己还是个普通人。可午夜12点，空气悄悄冷下来，我低头一看，地板上多了一滩水渍，像是谁刚从雨夜里走进来。你来了吗？我压低声音问。他就站在窗边，脸色惨白，嘴唇微颤。你能帮我吗？我咬牙。你家在哪里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他低头，声音像从泥土里挤出来。张启明，家在永和仁爱路那栋老公寓。我很久没回去了。我心跳加速，却还是硬着头皮说，你是被车撞死的。他摇头，不是我，工作太累，猝死在出租屋里，没人发现。等找到我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我沉默很久，手心全是冷汗。你要我做什么？替我跟爸妈说对不起，还有谢谢他们。我苦笑，我又不认识你爸妈，怎么开口？他低声说，你能看见我，只有你能帮我。我在说话，心里却在想，要是我不理他，他会不会缠上我一辈子？隔天，我请假去永和。老公寓的楼道又窄又矮，楼梯间贴着寻人启事。我犹豫半天，还是鼓起勇气按了门铃。门开了，出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，她穿着旧毛衣，脸上写满时光的痕迹。请问，您是启明的妈妈吗？她怔了怔，眼睛霎时红了。你是他朋友？我点头，小心翼翼地将启明最后的话带给他。他说对不起，让您担心，他一直很想回家，也很感谢您和叔叔从来没有放弃他。老奶奶的泪在眼眶里打转，捂住嘴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她颤着声音，傻孩子，我们从没怪过他。她让我进屋，倒了杯温热的茶。屋里简单却干净，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全家福，启明年轻的模样还留在照片里。其实启明很想回家，只是他年轻时做过几件错事，坐过牢。他出狱后羞愧不敢回家，只能默默赚钱，把钱悄悄投进家门信箱。我本来想把这段话如实转达，顺势跟奶奶说，启明已不在人世了，让老奶奶明白启明的痛苦与悔意。但看着他颤抖的双手和苍老的侧脸，我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。有些事还是让爱留在心里吧。我想，我只说他真的很爱你们，对自己很不谅解。老奶奶轻轻拍着我的手，我知道这孩子太善良，所以才会怕见我们。回到家，我心里一团乱，忍不住和小爱说了这一切。她一边泡茶一边皱着眉，你到底有没有说实话？我摇摇头，我真的说不出口。她已经这么难过了。小爱轻轻叹气，有些时候陪伴比真相更重要。既然你都去过他家，不如我们这段时间多去看看他吧，陪他聊聊天，买点水果，让他别那么孤单。我点点头，心里松了口气。于是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和小爱轮流去老奶奶家送菜、打扫，陪她散步。老奶奶一开始还有点拘谨，后来渐渐放开了，会和我们聊启明小时候的趣事，还拿出他小学的奖状给我们看。他笑着说，我儿子从小最懂事了，做错事也会自己承担，
从没让我们操心。我和小爱相视一眼，心里都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有一天傍晚，电视新闻上突然播出一则短讯：某地出租屋发现过劳猝死，年轻男子疑似与长期压力过大有关，家属尚未现身。画面一闪而过，名字却清楚地出现在字幕上，张启明。我和小爱对视，心里一震，焦急地赶去找老奶奶。没想到老奶奶静静地坐在餐桌前，脸上没有想象中的崩溃，反而很安详。奶奶，对不起，我语带颤抖。她微笑着，轻轻拍我的手。孩子不用说了，我都知道。我和小爱愣住。您知道什么？老奶奶望向厅里那张全家福，眼神温柔。启明很小的时候，有次偷拿了家里的钱，被我发现，他跪了一晚上，说一辈子都不敢做坏事。后来他出事，我和他爸爸都没怪过他，只希望他平安。其实你们一来，我就猜你们和启明有关系。他看着我们，语气坚定：孩子，去吧，告诉启明，叫他安心上路。他是我最乖、最懂事的儿子。我和小爱听了，眼眶都红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夜风吹过，像有人在身边轻声细语。我回到房间，启明站在窗边，脸上第一次露出放下的神情。谢谢你帮我回家，谢谢你们这段时间照顾妈妈。我点点头，你妈妈很爱你，她早就原谅你了。他抬头望向远方，身形越来越淡，有你们陪着她，我放心了。就在他消散前，他的嘴角终于露出一个温暖的笑容，那种笑容里没有遗憾，只有释然。之后的日子，我和小爱还是常常去看老奶奶。她说，你们来，我就像多了2个孩子。我渐渐明白，所谓阴阳眼，并不是要我和鬼魂打交道，而是让我学会了珍惜，学会了陪伴，以及面对过去不敢触碰的痛。人生里有些事不必说得太明，只要心里还有爱，无论生死，终会被原谅。故事未完，人生也未完，但我知道真正的开始是学会在遗憾之中拥抱温柔的勇气。